魔都上海最贵的房子啊，既不是外滩陆家嘴的滨江高层豪宅，那也不是西郊东郊宾馆附近的别墅，而是老城区高达40万一平的老洋房。电影里经常有这样的画面：一条幽静的弄堂里，两旁是法国梧桐树，遮天蔽日。高雅的花园洋房中呢，留声机咿咿呀呀地唱着绵软的小调，旁边站着身姿曼妙的旗袍女子。那这就是老洋房留给我的摩登印象。老洋房呢，大多都是百年的别墅，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。住在这里的人要么是高官显贵，比如蒋介石和宋美龄，要么是商贾名流，比如哈同和沙逊。房屋面积呢，通常在250平到450平之间，那花园有100到400平。建筑风格呢，有美式、欧式、法式、日式、古典式等。我先带着大家看几个代表性的老洋房。丁香花园是典型的美式风格，保存完好。中西合璧的私家园林被弯眼龙墙围绕，满园种着丁香花，传说是李鸿章为金屋藏娇的九姨太丁香所造。最后呢，是传给了幼子李经迈。价值10亿的严家花园占地约6500平，3层砖木结构的北欧风情，鹅卵石墙面，大方简朴。满院子的参天大树、假山、亭子错落分布。它曾经的主人是上海滩的风云人物严氏父子。2009年以2.8亿售出，直到2018年再次转手，每年涨了8000万。一些老洋房的设计100年后再看呢，也不过时。绿房子就是这样的存在。它是乌达克的成名作，4层楼的围墙大量使用绿色釉面砖，拐角处基本都是弧形，是上海首个引入电梯的私人住宅。颜料大亨吴同文呢曾住过，有远东第1豪宅的美名。马勒别墅是罕见的城堡风格，首任房主马勒的故事也颇具传奇色彩。那这个犹太年轻人先是打进跑马总会，后来靠造船运输成为上海巨富。洋房据说是按照他小女儿的童话梦境打造的，占地5000多平，挪威式尖塔，哥特式屋顶，中国式琉璃瓦，深咖啡色的泰山面砖，门口放了一对石狮子，内部装饰很像是一艘豪华游轮，现在被改成了一家酒店。1843年上海开埠后，西方的军政金融人士、清廷命官移居法租界和公共租界。这一时期的洋房呢，主要是受欧洲建筑影响，融合中国园林，讲究排场，布局铺张。后来随着租界扩张，世界各地权贵来这儿买地建房，出现了一批追求时尚享乐的西式洋房。解放以后，90%以上的洋房都归国家所有了。直到1998年才开始上市进行私人买卖，近10年来才活跃起来。上海现存的老洋房呢，约有4000到5000栋，私有产权的也只有200多栋，而产权清晰可以出售的不超过100栋，有一半都得重新修缮。主要分布在徐汇区、长宁区、卢湾区和静安区。俗话说物以稀为贵，那老洋房一直是上海二手房市场中非常小众的一类投资标的，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价值，很难再复造的精美建筑。难得的区位优势都推动老洋房成交价格不断的上涨，少则上亿，多则10几亿。而投资老洋房的主要有4类人：海归的老华侨买来珍藏，境外人士来工作生活开餐厅酒店，企业做公司总部办公，投资者有老洋房情节或短期转手。由于能私人买卖的洋房非常少，而国有的从2004年起就只租不售，所以租赁市场是比较火爆的。普通洋房的月租金呢在6到15万，而面积大、朝向更好的能达到30万上下，每年约上涨10%到25%。喜欢老洋房的人不在少数，但要买下老洋房可不容易。首先是产权和交易周期，一栋老洋房有时会住好几户人家，要劝服所有人割让产权，交易周期长达3到4年。其次价格很难界定，几乎都是一房一价，同一区域不同硬件状况的价格相差10万8千里。最后是额外成本高，首次出售的老洋房还得准备一大笔的土地出让金以及房屋修缮金，没有点资金实力都不配买老洋房。老洋房在未来更是有市无价，成为顶级富豪才能够享受的奢侈品。像我刚刚提到的马勒别墅，坊间传闻价格不菲，你猜猜值多少钱？